你有没有发现，有些人天生就更有灵性倾向呢？例如，苹果公司联合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19岁时就跟随披头士的脚步远赴印度，苦行僧似的旅行了7个月，追寻精神或灵性导师的指引和启迪。科学家们如何通过实验数据解读这种灵性倾向呢？天才物理学家、天才发明家、著名天文学家又如何思考科学和灵性之间的关系呢？而你是否曾感受到自己内心深处的灵性倾向呢？无论是身处贫穷还是富有，你是否总觉得内心有一个无法填补的空洞？所以你关注或探索超物质世界、内在灵性、精神世界、宗教信仰、宇宙的本质以及生命的意义。你跟随直觉，也探索自我意识，追求内心的平静与和谐。你祈祷、冥想、修行，研究宗教与哲学。只有这样，你才能感到你的灵魂在跳舞，心灵在歌唱。否则，你可能会感到内心不完整、不快乐，有时感到迷茫无助，甚至六神无主，出现抑郁的情绪。这究竟是为什么呢？从拥有12000年历史的中东哥贝克利石阵，到4300年前的英国巨石阵，从埃及的斯芬克斯到日本的伊势大神宫，从古希腊的帕塞农神庙到中国的殷墟甲骨，从玛雅文明的金字塔到三星堆的祭祀坑，还有遍布世界各地的教堂、庙宇和神社，各种宗教文献、教义和仪式，乃至具有不同振动频率的灵性音乐，所有这些都见证了人类超越时空的共同追求。这种灵性倾向深深地植根于人类的历史和文化之中，成为我们人类的共同精神印记。那为什么我们会有灵性倾向呢？美国遗传学家、分子生物学家迪安·哈默博士通过对1000多名不同年龄和背景人士的基因组成进行分析，并将他们的 DNA 样本与一套衡量灵性量表进行比较，最终确定了一种被称为上帝基因或神基因、灵性基因的特定基因。这种基因似乎影响了个体体验灵性、感知超越性以及建立连接感的能力。哈默指出，行为遗传学和神经生物学的研究表明，人类天生继承了一种使大脑倾向于接受并渴望与更高力量连接的能力。哈默毕业于哈佛医学院，35年来一直担任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独立研究员，并曾任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基因结构和调控部门的负责人。在20世纪90年代，哈默开始研究人类行为与遗传学之间的关系，并首次发现了影响人类性取向基因的分子证据。他的研究让公众对 LGBT 人群的接受和包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04年，哈默利用实验室行为遗传学研究的数据，探索信仰与遗传学之间的关系，以及遗传因素对精神性或灵性的影响。他在他的畅销书《上帝基因：信仰如何根植于我们的基因》中揭示，人类倾向于宗教信仰或灵性追求并非偶然，而是受基因影响的结果。他提出，自我超越的量化指标部分具有遗传性，并可能与参与档案代谢的特定基因 VMAT2 相关。VMAT2 基因负责调控大脑中多巴胺和血清素的神经递质的活性，这些化学物质直接影响情绪、认知和精神体验，因此可能与灵性状态相关。尽管哈默的理论充满争议，但支持者认为
VMAT2 基因的变异在某些人群中更为常见，这也解释了为何某些人更倾向于宗教或灵性探索与体验。此外，哈佛医学院神经病学讲师、神经科学家迈克尔·弗格森博士也对神经科学和灵性探索充满了热情。他的一项研究指出，灵性倾向与一个特定的大脑回路有关，并进一步地表明这种倾向深深地交织在我们的神经结构中。2004年，美国《时代》杂志刊登了一篇简短版的“你有多灵性”的小测试。这个测试改编自美国华盛顿大学精神病学院罗伯特·克洛林格博士所开发的气质和性格量表。他的量表帮助哈默识别出了上帝基因。克洛林格在自我超越性方面的研究也帮助哈默形成精神性可能部分受到遗传因素影响的观点。克罗林格称他的自我超越质量表测量的是什么让我们拥有被描述为宗教狂喜的体验。时间关系呢，我在这里仅给出10条，你回答是还是否，简单测试一下自己的灵性倾向程度。测试开始。1. 我对科学无法解释的事物充满好奇。2. 放松时，我常有突如其来的洞见或理解的闪现。3. 有时我感到与自然紧密相连，仿佛万物皆为一体。4. 我似乎拥有第六感，我能预知即将发生的事情。5. 有时我感觉自己是某种超越时空、无限存在的一部分。6. 我常被认为心不在焉，因为我过于专注手头的事，而忽略了周围的一切。7. 尽管经过长时间的思考，我仍更信任自己的直觉，而不是逻辑推理。8. 我经常对身边所有人产生一种强烈的灵性或情感上的连接。9. 我相信自己曾体验过超感官知觉。超感官知觉也就是 ESP， 也就是我们常听到的他心通、天眼通、心灵感应、灵听觉、灵嗅觉、灵触觉。你有过这种感觉吗？10. 我相信奇迹会发生。你回答了几个是呢？你有多灵性呢？如果你想了解完整的小测试，请见描述栏链接。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023年12月的报告显示，美国有 22% 的人认为自己是追求精神或灵性的发展，但不受限于有组织的宗教。同时，有 58% 的人表示自己拥有宗教信仰，或认为宗教在生活中非常重要。可以说，约 80% 的美国人展现了灵性倾向。悉达多·乔达摩，也就是释迦牟尼佛，是灵性倾向的典范。他在29岁时放弃了常人一生所追求的王位、权力、荣华富贵和享乐，开始追寻心灵的解脱和精神智慧的觉醒。他离开了奢华的宫殿，经历了6年的苦行，经过长期的修行和冥想，最终在菩提树下觉悟，成为了觉悟了的人，也就是佛。悟道后，释迦牟尼佛说：“众人皆有佛性，人人皆可成佛。”这表明了佛性平等，所有众生都是未来的诸佛，而诸佛也曾是过去的众生。其他宗教创始人或代表人物同样展现出深刻的灵性倾向，为后人指明了灵性发展的方向。当然，不排除后来的权力利益集团也利用了他们的智慧，这是另外一个话题。在2500年前左右的人类文明轴心时代，无论是东方的释迦牟尼、老子、孔子，还是西方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等这些文明使者和哲学家们，尽管生活在不同的时空背景和文化环境中，
他们的灵性探索却有着相似的目标，追求内在的自我完善、智慧与道德的升华，最终达到与宇宙、自然、他人和谐相处的境界。无论是通过道德修养、智慧追求、冥想实践，还是自我反省，他们的思想都对后世的哲学、宗教以及精神追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今，我们仍然在体会、研习和思考他们的理念，用新的语言重复传递和表达他们的思想与智慧。那么，一些伟大的科学家或发明家是否拥有灵性倾向呢？爱因斯坦这位被誉为现代物理学之父的20世纪最重要的科学家之一，无疑值得我们深入探讨。他创立了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两大物理学支柱，发现了智能等价公式 E 等于 mc 的平方和光电效应的原理。爱因斯坦一词已成为天才的代名词。那么，爱因斯坦是否拥有灵性倾向呢？在1930年至1948年间，爱因斯坦多次撰文探讨了宗教与科学的关系，提出了宗教体验的3阶段理论：恐惧宗教，也就是原始宗教；道德社会宗教，以及宇宙宗教情感。他提到有一种第3层次的宗教体验，尽管纯粹的形式很少见，我称之为宇宙宗教情感。对于那些未曾经历过这种体验的人来说，这很难解释，因为它不涉及具有人类形象的上帝，而是感受到人类的欲望和目标的虚无，同时敬畏自然与思想世界中展现的奇妙秩序。这种体验使人将个人的命运视为桎梏，试图将整个存在视为充满意义的整体。听起来是不是爱因斯坦也有过天人合一的神秘体验呢？孜孜以求对神秘主义者的天人合一的神秘体验有过专门的探讨。爱因斯坦曾说，最美好的体验是神秘感，这是一切真正艺术和科学的源泉。上帝即在世界的规律与和谐中显现的上帝，而非操心人类命运和行为的上帝。当然，上帝是否关心我们每个人的命运，我们自己有自己的体验，你说呢？爱因斯坦也说，我相信斯宾诺莎的上帝。斯宾诺莎的上帝和老子的道均指向宇宙的终极本源，强调宇宙的统一性和规律性，并对自然法则表现出深深的敬畏。尽管源于不同的文化，两者在思想深处都体现了对生命和宇宙本质的追问，并展现出了相似的哲学智慧。爱因斯坦曾说，如果有什么宗教能够应对现代科学的需求，那就是佛教。他欣赏佛陀的哲学思想，尤其是对宇宙整体观的理解和对人类意识的探索。爱因斯坦也说，宇宙最令人难以理解的就是它的可理解性。为了区分人格化的上帝和一种宇宙力量的存在，爱因斯坦把自己描述为一个不可知论者，而不是一个无神论者。当谈到上帝的论题，他认为这个问题对于我们有限的思维而言实在太过深奥了。爱因斯坦在《我的世界观》一书中写道，我们认识到有某种为我们所不能洞察的东西存在，感觉到那种只能以其最原始的形式接近我们心灵的最深奥的理性和最灿烂的美。正是这种认识和这种情感构成了真正的宗教情感。在这个意义上，而且也只在这个意义上，我才是一个具有深挚宗教情感的人。正如爱因斯坦所言，宗教和科学是理解宇宙奥秘的2种重要途径。没有宗教的科学是跛足的，没有科学的宗教是盲目的。有人曾问爱因斯坦，作为地球上最聪明的人，你有何感受呢？爱因斯坦回答，这个问题你应该去问尼古拉·特斯拉。爱因斯坦认为特斯拉是比他更为聪明的天才。那么特斯拉是否展现了他的灵性倾向呢？
实际上，特斯拉的灵性倾向贯穿于他的科学发明探索和人生哲学中。特斯拉曾说，精神力量的天赋来自上帝神圣的存在。如果我们专注这一真理，就能与伟大的力量保持一致。我母亲教导我从圣经中寻求真理。特斯拉虽然出生于东正教家庭，并接受了洗礼，但他并不拘泥于特定的宗教。特斯拉深受印度教哲学家斯瓦米·维维卡南达讲解的数论宇宙进化论和循环理论的启发，并对古代吠陀哲学、印度教和佛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用梵语词汇阿卡夏虚空和 prana 生命能量，结合发光的以太概念，描述物质的来源和构造。他试图用数学公式证明质量可以转化为能量，而这一点我们知道最终由爱因斯坦的智能等价公式 E 等于 mc 平方验证。特斯拉也认为宇宙是一个整体，物质和能量以某种无形的方式相连。他说，宇宙是一曲琴弦震动的交响乐，而我们只是其中的旋律。人类通过一种无形的力量彼此连接。如果你想知道宇宙的秘密，就用能量、频率和振动来思考。他还提到，我的大脑只是一个接收器，宇宙中有一个核心，我们从中获取知识、力量和灵感。虽然我尚未揭示它的奥秘，但我知道它的存在。1937年，特斯拉在访谈中说，虽然我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信徒，但我赞扬宗教。每个人都应有某种理想，无论是宗教、艺术、科学还是人道主义，来赋予生命意义。所有伟大的宗教都提供了明智的生活指引，这些指引在任何时代都适用。他还预测，佛教和基督教在信徒数量和重要性上是最伟大的宗教。我相信两种宗教的精髓将成为21世纪人类共同的信仰。特斯拉的灵性倾向体现了对宇宙能量的敬畏，对科学和灵性的统一追求，以及为人类整体服务的无私精神。特斯拉和爱因斯坦的思想都超越了传统宗教，他们都体验到了宇宙的整体性。这一整体性是不是和各宗教神秘主义者所体验到的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感受一致呢？孜孜以求会讲述更多科学家和发明家的灵性体验和宗教观。从20世纪末起，现代科学家通过跨学科研究，逐步揭示了灵性实践和灵性体验的神经、心理和生物学基础，以及它们的益处。我们的这支影片通过探讨了6大宗教的神秘主义者，简述了人类心灵的奥秘，认为灵性实践能够帮助人们远离低级趣味，摆脱成瘾行为，走出抑郁，超越狭隘。迪安·哈默博士也认为，灵性追求为人类提供了目标感，帮助克服困境，恢复勇气和意志，从而具有进化的优势。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教授妮莎·简·米勒博士的研究表明，灵性实践可以显著降低抑郁症和焦虑症的发病率。灵性倾向比较强的人，大脑中情绪区域更为活跃，更能抵抗压力。米勒也通过灵性实践帮助患者摆脱毒瘾、抑郁和焦虑。美国心脏病学家赫伯特本身提出放松反应 （relaxation response）， 并研究发现，冥想、祈祷、瑜伽、气功等灵性活动可以激活放松反应，降低血压，改善心血管健康，增强免疫力。他的研究也强调了灵性实践对身心健康的显著益处。灵性倾向是人类精神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物质主义盛行的背景下，快速的技术进步和信息化生活让人们更加专注外在的成就，而忽略了内心的需求，从而压抑了自己的灵性倾向。这种失衡很容易导致精神空虚、焦虑、抑郁或迷失。
正如美国天文学家、天体物理学家、宇宙学家卡尔·萨根所言，科学不仅与灵性相兼容，它更是灵性的深厚源泉。唯有在物质和精神之间找到平衡，人类才能实现内心与宇宙的和谐。您的支持、订阅、点赞、分享和评论是我们前进的动力，也能让更多人得到一束光。寂静的夜里，我听见星辰低语。他说万物有灵，心会指引方向。穿越黑夜，内心有火焰点亮。风轻轻呼唤，让灵魂去飞翔。灵性之光照亮我前行的方向。在星辰之间追寻永恒的信仰，心与宇宙相连，感受生命的流淌。在无垠的时空，我学会了飞翔，不问归途，也不惧迷惘。真理在梦里低沉延长，山川河流在歌唱，大地在轻轻摇晃，每一片叶子都在诉说生命的真相。放下所有的执念，让心灵自由闪耀，在互指之间触摸到无限光芒。灵性之光照亮我前行的方向，在星辰之间追寻永恒的信仰。心与宇宙相连，感受生命的流淌。在无恙的时空，我学会了飞翔，不问归途，也不惧迷惘。真理在梦里低声吟唱。超越城市，去拥抱希望，穿越虚幻，走进真相，在无尽的宇宙找到归航。时间流转，轮回的印记，是谁在等待让灵魂苏醒？穿越荆棘，聆听万物回应。之下，我静静祈祷，让爱点燃心中的微光。世界或许依然纷扰，但灵魂依然自由翱翔。哦，灵性的光指引我方向，超越尘世，去拥抱希望，穿越虚幻，走进真相。在风轻轻吹，也渐渐亮。灵性之光永远在身旁。